OK， 欢迎我们第二集跟 Alden Chen 的，大家记得去他的 TikTok 还有他的 IG subscribe， 他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蛮爆红的一个 TikTok 博主，而且呢，就是从 COVID 的那段时间开始呢，你就不停的爆红。欢迎你再回来跟我们聊第二集，就是关于这个小孩如今的小学生面对的一些人生复杂问题，然后关于他们有抑郁的，要如何去开导和辅导他们。其实我想问就是你出名以后会不会对你带来什么某些方面的困扰，还是总结来说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其实当我这样子，你讲说爆红，我也不敢这样子讲啦，我不要讲自己爆红还是什么，其实会有无形中的压力。什么样的压力？会压力就是会怕人家在背后闲言闲语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好自己该做的，我觉得我不要去想当多了，我尽量把自己做好啦，我不要去想当多。但是肯定是会有你会sense到，你会 feel 到的那一个我们叫做 jealousy。 当你已经选择要当这些 YouTuber， 要当 TikTokers， 尽量不要去在乎这样多啦，但是偶尔还是会很在乎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发那一些 content 的时候，你还是要很认真的去过目，希望那一个东西不会让你制造更多问题给你啦。所以我们今天的 topic 是关于小学生，如今的小学生为何那么复杂？你在学校经历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困境？就是刚才你说的有自残或者是抑郁，是什么样导致？然后你是如何开导这些学生？这些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好像会想很多东西耶，而且很多无聊的东西吧。是，而且我感觉到都是因为这些媒体这些 media social 或者是 video 影响到的嘞。我感觉到是这一个，就是好像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子很早就谈恋爱，12岁就开始谈恋爱，有些11岁就已经会这样子了，11、12岁都已经有另一半，有男女朋友了。在学校里面他会讲，老师这是我女朋友男朋友啊。有的，但是有些就静静不会讲，但是他们会私底下的偷偷的，好像比如说他们会私底下偷偷牵手这样都有了。总之12岁的可能会跟13、14岁的拍拖，15岁的都有，甚至16、17岁都有。12岁跟16岁的拍拖？是的。原来是我这个阿姨 outdated 了。我个人不认为这个年纪心机很成熟，知道什么是爱情吧。但是会发生，我们也阻止不了。所以就是很多学生不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而产生抑郁，比如说他们家里的父母没有给他关爱，还是怎样。就大部分你接触过的都是因为情感问题嘛。他们都是因为情感了之后，他们去自残。如何自残？拿刀片拿尺割自己的手腕。他除了这样子割自己的手腕之外，他还会约朋友来，我们一起来玩自残。就是父母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父母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哇，你孩子手有受伤，完全不知道？怎么可能？就是割了之后有那个疤痕了之后，他的其他朋友就爆料跟我讲就跟我讲说，老师，这个某某某他自残。怎么可能不会发现？因为孩子在家里的话，你吃东西做东西的时候都会看到他手这边有伤痕吧。多数的父母都是在忙于工作忙到连自己孩子的手多一条痕也看不到，所以他们原生家庭就有问题了，是吗？可以这样子讲，多数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父母忽略了孩子吧。多数的父母现在都是比较注重工作，而且忙着赚钱，所以对孩子的关爱就比较缺乏一点。所以孩子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完全都不懂。因为我会把他们当成是我的弟弟妹妹，我不会因为我是老师，我就把自己扮得高高在上。所以他们多数有什么心事，他们会好像留在班跟朋友当然在班我不可以这样子独自跟他们这样子相处一定要有其他的那一些，好像他的朋友，他们在班，他们在那边吃东西，然后他们就讲老师，其实我今天有东西要跟你讲一下，然后他们就来我前面，在那个老师不是有一个位置嘛就在那边，然后他们就讲我讲
什么事情？老师，我有心事要跟你讲。然后就讲说他自残为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些是因为朋友之间争吵的关系也有，然后我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啊。果然是 Snowflake Generation， 但是也不能说些什么，每个年代都有不一样的 challenge， 而且 social media 自媒体对他们影响也蛮深的。现在的自媒体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影片他们没有去审核。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很容易，像你所讲就是被这一些 social media 影响。例如我很不喜欢的就是有一些 social media， 他很多那些骂那些三字经他们会去模仿的嘞，然后他们就会模仿他们的讲话方式，就间接的他们真的是受影响他们就是会过后跟你讲老师，我看了这个 YouTube 里面的那个 video， 然后我现在唱给你听，还是学给你听，是吗？他们是直接模仿他们的讲话方式。OK 用一些很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的那一种。现在小学生都已经看成年人的 video 吗？是的，他们都看了。不是有年级限制的吗？我不知道，在国外是我自己本身的朋友，他们是有控制孩子的，就比如说他们要孩子要看 video， 他们的 parent 在他的那个 setting 里面是有已经做好，就是所有 underage 不适合观看的，他们是可以控制。我朋友甚至告诉我，他们可以控制他们可以看多久这个 YouTube 或者是其他 channel， 包括什么 TikTok TikTok 我不大清楚，这个可能你比较清楚。我知道 YouTube 他们是可以看的，所以我进去看我朋友孩子的那个 iPad 的时候，他们有的都是那种什么小孩子的什么戳泥那种卡通就蛮正常的。所以我很 surprise 为什么他们的家长没有去做这个 parenting control tool 去让他们看一些比较不是成年人的 video content 呢？对，因为现在的家长我都讲了嘛，都是在忙工作，然后他们回到家当然是希望有时间可能黑着可能休息然后唯一就是可以用电话来控制他的孩子吧。那孩子要做什么，只要他的孩子可以静静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要烦到我大人，然后就没有事情所以小孩子就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些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趁这个时候去浏览一些不该浏览的。可是这个是家长问题，因为在国外我的朋友也是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有10多岁的，他们的那个 YouTube 是已经被他们的 parents 放好 setting， 是不可以进去里面随便看任何不成年人的所谓成年人的 content， 这个是家长问题不是小孩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对，我也不敢这样子讲等一下会不会给家长骂我觉得你是老师就应该好好教家长去保护孩子这个是他们的责任。我想问你，身为老师，你觉得会郁闷吗？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把这个管孩子的责任推给老师，就是有很多家长因为他们要赚钱，然后没有时间管好自己的孩子，就觉得去到学校有老师管孩子，是这个 attitude 吗？So far，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是觉得还好啦。当然是可能有这一种类型，你所讲的这种类型的家长可能是有存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家长有2个极端，一就是那种保护伞 parachute， 然后2就是那种没有参与孩子生活，就变成2个极端。那种保护太强的，你所谓的那种恐龙家长，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对孩子管教的，就这2个极端，对吗？现在的家长都是有的恐龙家长那一种很极端一直在管孩子然后一直要孩子读书有的，这个是有的，存在的，真的。我很庆幸我的原生家庭不是这样子爸爸妈妈他们给我们自由发挥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时间管我们然后还好我们没有长残。是的。现在的我坦白讲我来到了这个吉隆坡之后，因为我本身是沙瓦古晋人，然后因为我们沙瓦古晋是完全没有进修班，然后我来到这边现在巴基就是好像晨读，我们叫做晨读，就总之就是要读书我觉得
我不怎么赞同啦，因为我觉得除了读书之外，应该我们身为一位学生，我觉得我们要平衡啊，要 balance 啊。因为现在我发现到就是一直读书，尤其是华校它是比较偏单读书的，比较少运动啊。所以你每次好像比如说，因为我本身是体育老师，我也是马来文老师，然后我每次带队出去比赛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问题存在，华校因为我专注在田径嘛，我有分享给你，我有一位学生他代表到马来西亚，所以我感到很自豪的。然后我发现到当我带孩子去比赛的时候，只有我这一间学校是比较多华人，算是华校的运动员最多的，也是最 active 的。然后但是其他学校就是只是派2-3只10多只小猫，只是过去那边参与罢了，之后就是全军覆没，就是不注重啊，完全是不注重在体育方面的这个领域。其实不是马来西亚，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真的啊？在亚洲，在中国也是差不多。其实基本上在亚洲都有这个共同的教育问题。因为我在国外这里生活了蛮久的，然后我也有跟国外的朋友接触，他们的教育体系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一定要有 core curriculum， 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不单只是这样子，他们是全能。所谓的全能就是你要学习语言，你也要学习就是运动，就是他们会focus。而且你懂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就是朋友的儿子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在班上里面考第几名，他讲我们班上是没有考第几名的。我讲什么？我们老师只是告诉我们拿多少分，我们并没有说班里谁排第一。然后我讲哈，原来国外的这种教育制度是这么大的区别。然后我讲，万一你数学考到成绩，他讲我们只有一个合格的成绩，就是你考这个成绩大概是拿多少分。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学校是蛮 competitive， 可是你会看到外国的学生有一个就是点呢，就是这些所谓的学霸，他们的体育的项目也做得不错。比如他们不做体育，他们的可能 chess 也是很好，还是怎样，就是他们被迫要拿一个什么游泳啦，再不然就是最基本的一些 outdoor 的这种 sport 的 activities。你们多少的这种所谓的学霸学校，他们的那个 academy 也是蛮紧急，他们是没有那个什么我考第一名最后一名，但是他们的分数比赛也是蛮 competitive 的。但最起码他们有把一部分的时间拿出来，就是帮助你 build creative， 然后 build 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他们是这样子说。我发觉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开始学大学的时候，我发觉我一直背书的习惯，可是我的那种国外的朋友，他们是真的是去理解这个课题，然后他们会很 creative 的发问，就是他们有很多问题，我是想不到问题要问的，而且我是抄 note 就这样子直接背出来，就没有那种 critical thinking 要去了解到底老师在教什么，然后没有那种逻辑分析。我的逻辑分析是因为我就长期住在英国呢，然后被迫融入这个社会以后，慢慢自己就是从我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件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部分亚洲人的问题吧，就不限制于马来西亚，就父母对于孩子考第一名，我觉得这个蛮伤一下。其实有很多学生他们可能就是 academy wise 对于语言或者是数学没有太多的天分，可是他画画或者是 sport 这里做得很好。当然在国外不一样，就是你做 sportman 是有钱赚，在马来西亚比如说像你教 sport 是没有钱赚的，你挨得当一个老师或者是你做到国家级别也不可能赚钱很多。在国外这个是一个 profession， 是一个职业，所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以后的 career 发展空间吧。然后现在小学生是不是有很多都讲要成为什么 influencer， 就要成为什么 TikToker 啊之类，然后 YouTuber 之类的？有，这是有的，真的。他们觉得不需要读太多书我们可以去当这些 influencer 啊，然后拍一些视频啊、广告啊，赚钱就好了，因为学历都不需要太高。因为很多 influencer 就是用这一种误人子弟的方式来告诉这些孩子，然后这些孩子看了之后，他们就没有那个，因为有些孩子你知道像这些小孩子他看罢了，因为他们没有用智慧去思考，所以他们就很快的间接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
现在哦，这些自媒体真的是要很注意哦，就真的是要很注意。当拍任何的 content， 因为小孩子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少不了这些 iPad 这些 tablet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很注意。但是要怎样去改呢？很难哦，现在的时代，对不对？对啊，因为其实在国外也有这个痛病啊，我觉得是全世界的问题了，已经不是。因为现在在国外也是有很多小孩一天到晚只是沉迷打游戏啊这种，所以你身为一个老师，就我们上集讲的，你看你也在普度众生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学生来跟你说，老师我在自残，然后给你看到，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去引导他们。所以因为你在学校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不懂你要怎样帮助这些学生，你是如何帮助他们？其实我们身为老师呢，我们接触孩子的时间方面比家长还要长的嘞，因为我们半天诶，然后之后我们下午的时候，我刚刚不是有讲有进修班啊，有补习班啊，他们下午多数的父母亲都是做工，没有空。接触孩子的时间应该是7、8点吧，放工回来7、8点 OK， 我们算他6点吧，6、7、8、9点，然后就要睡觉4个小时，然后反而我们老师呢接触他们的时间真的是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孩子他们跟我们老师之间的关系多数会比较 close， 所以他们有什么心事他们都会跟老师讲，每次孩子都是会听老师的话，反而父母亲他会好像比如说像我遇到的情况是孩子不听父母亲的话，不听他妈妈的话，然后他妈妈就来求助，甚至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的孩子发脾气啊，不听劝告啊，然后他妈妈哭着求我，叫我去开导他的孩子，或者信息给他的孩子，问他或者是打电话给他，然后去叫我帮忙开导孩子。这个孩子真的确实是他们有听我的，他会听嘛，他会听我讲的东西， and then 就要想办法帮忙他解决咯。孩子反而会听老师的话，反而不怎么听父母亲的话，他们觉得父母亲讲的东西都是讲到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会讲说讲到没有做到？我就讲一个例子啦。我近期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这个小孩子他其实对于没有什么兴趣的，他的父母亲可能是期望他成为下一个或者是然后或者是可能这个父亲他是可能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没有实现，所以他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就在私底下，其实当孩子一下他的那个成绩没有达到那个他们所想要的那个目标的时候，这个孩子其实他想要放弃了，他一直有跟我诉苦，他每次都有信息给我，他跟我讲说他现在的教练不怎么好，一直没有注重他，一直只注重他的2个弟弟，因为这2个弟弟他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奖，然后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说，他父母亲讲说，如果你想要放弃的话，可以啊，你可以放弃了，你可以不要练，你可以放弃了，嘴巴讲说可以放弃。当这个小孩子讲说他要放弃的时候，这个父母亲反而反悔，你知道吗？讲说你这个孩子是废物了，没有用了啊。这种就是打压型啊，对，他用打压型的方式，就用一些话来激这个小孩子，刺激他。可能我也了解他的父母亲的苦衷，就是不简单的嘞，需要买这些用具，这些都是很贵的，这些 bag 都很贵的，而且教练费这些也是很贵的。那我有时候我又不知道要怎样去讲啊，你知道吗？因为跟我毕竟又不是为人父母，可能父母他们有自己各自的想法，所以我也不能去反驳的太多，我只能讲说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讲到就要做到了，而并不是这样子好像用反悔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啊，反而孩子他就是这样子，有很多心事他就收在他的心里面，他完全都不想要讲，所以他就用发脾气来发泄。母亲就很紧张，就 call 我，叫我帮忙怎样去解决，因为他孩子一直可能有委屈啊，有心事讲不出，所以他就很容易闹脾气，很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孩子他的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所以你的方式是通过聆听他们诉苦的过程里面，就是解决他内心的那个卡点，然后就让他们走出这个抑郁，或者是这个，其实你懂发脾气就是
anger 暴躁这个也是一个抑郁症的 demonstration， 就是狂躁症也是属于心理病的一种。所以哇，现在父母也挺难的吧，就他们除了要努力赚钱，然后还要无时无刻关照孩子的，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什么天上天阳，你有没有吃饭都忘记问你，给我们自由活动罢了，对不对？自生自灭是。对，但是我母亲是，如果她发现到6点还没回家，她就会拿藤鞭在外面等了。死鬼呀，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她就会骂我死鬼仔啊，你到底要不要回家？他就会拿藤鞭啊，这样子。你工作时间还蛮长因为晚上可能因为学生现在也用手机，可能他们还会就发你一个短信，就是讲老师我现在心情不好还是怎样。他们有时候会，但是也是要看时间，因为我多数接触孩子的时间比较长，是因为我又是教练，我又是田径教练，在下午的时候我会留堂，就是留在学校，我会留在学校到3点半。甚至有时候到4点多都有可能。我是属于在学校比较留的比较久一点，所以接触孩子方面就会比较多。哇，这样你真的很忙那个当初你告诉我的时候，你周一到周五都没时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看来我还是打工比较好一点，就下班就下班了，就不用想考虑太多。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这些小孩子有心理病，这种心灵上的病，是因为他们就是要找到关爱跟那个，就是有人聆听他的一些心声，是吗？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早早要谈恋爱因为父母亲都没有时间去管他们。以前我们的父母也是没有时间，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媒体，你不可能看韩剧，我们没有这个，那时候以前的确是这样子。是，他们就会在网上那一边去找人家聊天。现在小孩子就是当这个人对他好一点，就是问候他你吃饱了吗？你有没有喝水吗？问了这几句，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关心我，很爱我，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现在小孩子都是这样我不是讲说多数都是 but 可以讲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因为我教到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其余的就在那种恐龙家长那边排满，从早上6点起床，然后开始读书，读，可能又有其他课程，星期一到星期日什么画画之类的，然后排满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然后就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身体。当然小孩的吸收能力也很强，比我们这种成年人强，但重点是我觉得除了就是强迫他们在 academy 外这种就是学科性方面，你要培养他的其他兴趣有些东西真的是天生，比如就好比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就好比要做一个能力者，这个也是天生的，就好比艺术家、演员，你自己都说你很小的时候你就很喜欢表演，这个的确是天生的。所以如果孩子们没有这个天赋，你们就放过他吧，反正我觉得行行出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就不要迫得那么紧，让他们休息一下，去做一些小孩应该做的东西，有他们的童年的快乐。这个是社会问题了，我觉得老师家长也解决不了，除非这个手机从我们的社会永远离开，还是怎样，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总结来说，孩子们是需要靠很多方面去解决这个所谓心理上的问题，对吗？对，没错，很重要父母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注意或者是关照孩子，给予他们多一点关爱，要抽出时间陪他们，而并不是一直的忙于在工作。不要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是要生孩子的话，你真的是要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只是想要专注在赚钱，赚多多，赚到怎样都好，你忽略了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呢？可是没有钱，孩子也活不下去这个也对没钱万万不能对不对？因为不是每个父母都很赚钱有些他可能需要通过劳力一天做12个小时才能赚到钱，所以要怎样平衡，我觉得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你问我的话，没有一个正确的。如果 Alicia 你是为人父母的话，你会怎么样做呢？你现在有孩子的话，我不知道，因为
这个是你还没有发生，就是 you're not in that situation， 你很难，就是你想象跟你实际行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不能做出任何 comment， 毕竟我自己没有孩子。对，这就是我身为老师，我也不能 comment 的太多，因为我毕竟我也不是为人父母，对不对？所以每个家长他们所做的东西都是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我只是觉得我那个年代父母关是没有，几乎真的是天生天养。可是我还好啊，没有长残的，但是有很多人也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他们是没有被治愈的。我是比较幸运，可以这样子讲。再加上我在国外接受了很多不同的教育，然后就可能自己人生经历有不一样，就有些东西看明白了。这是我过后天的努力，就是我也有用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去疗愈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然后才形成今天的我。但是我也有我的缺点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我蛮感谢你分享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些状况，然后我没有想到小学生有自残的倾向，而且父母还毫无察觉，我有点惊讶，因为非常明显吧，在手那边有这个疤痕。他们可能懂得如何去隐藏吧。不可能啊，因为他们上学都不是穿长袖的，不是吗？短袖的，但是他们懂得去隐藏，戴个手链什么的。没有戴手链。他们割了之后，他们还会放在那个 Instagram 的 Insta Story 那边。什么？傻眼，对吗？其实这个是社会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只能说单只是压在父母身上，因为孩子毕竟是从你那边出来的。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一个父母，要忙于工作赚钱，因为孩子不赚钱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像我们以前我那个年代，父母没有钱的话，就真的是生活的有其他物质上的压力，只能说祝我们的 newer generation 好运吧。因为你是老师，我是就是心灵学上的老师，或者是灵修学上的老师，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把正能量推广给社会，然后至于他们要去学习一些不好的网上的一些 content 一些知识，我也阻止不了，因为他们父母也没有阻止我，更何况我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只能用一个比较正确正统不迷信的方式去教导这些人。对，没错。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也蛮期待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跟你有更加深入的接触，因为我们聊了这么久，我都没看过你的真人。现在有啊，你不是看到我真人了吗？没有，就是近距离的接触，就面对面的这样子谈。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跟你多多学习交流。其实我也在学习当中，因为我觉得现今社会变得很快，然后每一次都有新的知识、新的一种经验出现。就算是在玄学上，我也每天在学习，所以我从来不讲自己是什么大师啊。然后我来这里普度众生，其实我觉得普度众生这个4个字太沉重了。我没有在普度众生，我也没有在修行，我只是尽我自己所能去引导观众而已。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奥登昌，你们可以去 follow 他，拜拜。谢谢 Alicia， 拜拜。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